一到春天呢，村里很多人家的老母鸡就会开启抱窝模式，孵出一堆小鸡崽，看得我们很是眼馋呐。虽然没有老母鸡，但是我们有科技啊！掏出尘封已久的孵化器，开始搞事情。二伯给的鸡蛋，我们想尝试一下这个能不能孵化出来。这个鸡蛋还臭的，怎么破？这几个鸡蛋，二伯家的母鸡已经在野外孵了10来天，然后被逮了回来，我们就接盘了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那个冒泡的鸡蛋炸裂了，那个味道简直了，绕梁3日，余味不绝。后来二伯于心不忍，又送了我们几只鸡蛋。还没有。热乎的，起开，起开。借蛋不能算偷啊！我拿灯照了一下，这种有个小黑点的，基本可以确诊为受精蛋。这种就是普通蛋。大概10来天的时候，受精蛋就能看到明显的血丝和阴影了。而普通蛋还是晶莹剔透。20天左右，终于看到在啄壳了。听见小鸡的叫声了已经。趁这个时间把育雏箱搞起来，依然是稻壳做垫料，加点 EM 菌减少异味。第一次孵化家禽，内心还有点小激动呢。下面我们就来安静的欣赏吧。这就是桃花院的第一只原生鸡，就简称桃花鸡好了。第一根不能孵蛋，不能孵。你这么爱叫，要不改名叫花鸡？很快，第2只桃花鸡也出壳了。7只蛋一共孵出来3只小鸡，除了2个未收精蛋，还有2个蛋小鸡破壳失败了。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老听说别输在起跑线上，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站在起跑线上就已经成功了？有养芦丁鸡的经验打底，3只小鸡都存活得很好，跟我这个铲屎官相处的也还算愉快。是的。不过它们翅膀硬了，也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了。我尝试让它们跟后山的大部队会合，貌似不太顺利。别打架！正好这时老弟侄儿买的小鸭家里没法养了，送到了我们这里，干脆跟鸭子养一块。我们在后院简单围了块地方，先把它们养大点，再放后山去接受社会的毒打吧。果然还是小朋友之间相处的融洽一点。托大家的福，后山的家禽大部分还活着，仅仅2只阵亡，其中有1只是因为抢食卡到了饭桶里，窒息而死。希望屏幕前的小鸡看到这里要引以为戒啊！鸟为食亡这句话真不是凭空编的。而另一只因为腿有问题站不起来，我们一直养在停车位前面。悲剧就发生在有一天我们停车时，鸡不见了。难道是猫叼走了？不过常来我家的这只小野猫还没鸡大呀。后来我调取了监控，真相才水落石出。这天家中无人，犯罪嫌疑狗挣脱了拴它的桩子，在前院一顿随便后，前往了案发地点。受害鲲受到了惊吓，顾不上双脚瘫痪的病情，仓皇逃命。此时犯罪嫌疑狗不急不忙，用假动作令受害鲲放松了警惕。随
随后突然加速，一招恶狗扑食追向了受害鲲。尽管受害鲲巧妙地利用草丛卡了敌方视野，然而最终双爪不敌四去，被犯罪嫌疑狗残忍杀害。一个上午没在这狗东西。事后除了苦口婆心的教育，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。你知道错了没有？啊？你知道错了没有？再这样就是你的下场啊！听见没有？很多小伙伴关心我们养的小龙虾怎么样了。非常遗憾的，我只能告诉大家，吃的差不多了。我们这个龙虾池里的小龙虾，到了该捕捞的时候了，不然时间长了容易嗝屁。现在我们对它们进行一个抢救性的捕捞。Later， 差不多2个小时了，我看看有多少啊？还可以，这个还行。对。经过2轮捕捞，再加上从池塘里起获的一点点小龙虾，就可以凑够一顿了。今天就做个最简单的蒜蓉小龙虾吧。已经在流口水了。粉丝现场。开动了，同志们！先做一口这个虾黄。挺好。盐少是得一点。是。下一些。好吃。这还蛮好吃。好吃。这种野采后养殖的小龙虾，肉质还挺 Q 弹，唯一的缺点就是根本不够吃，吃剩的虾壳喂狗，一点不浪费。没味。
我看时间也不早了，剩下的几十吨小龙虾视频就先不发了。感谢收看，如果觉得有意思，不妨点赞、关注，一键3连。我们下期见。